今天咱们来说一件发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事。昨天周四晚上，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一场荷兰甲级队阿贾克斯阿姆斯特丹与特拉维夫马卡比球队的足球比赛。综合各方媒体，以色列球迷在阿姆斯特丹看见有的房屋外墙上挂着巴勒斯坦国的国旗，于是爬上去把人家的国旗扯下来，旁边的以色列球迷一片欢呼。另外，以色列球迷在去比赛场馆的路上一路高歌，让以色列国防军赢得胜利，操你妈的阿拉伯人，以及加沙没有学校，因为没有孩子了。以色列球迷也与荷兰警方发生过冲突。由于以色列国家之前众所周知的行为，又加上现在以色列球迷如此的行为，可能导致了当晚在荷兰的阿拉伯人或亲巴勒斯坦的人针对以色列球迷的暴力行为。据德国媒体称，在暴力冲突中，目前仍有3名以色列球迷失踪，10人住院。以色列政府派了2架专机来荷兰把以色列人接回家。德国媒体在大肆报道这一事件，但援引的一般是以色列的消息来源，而且用了一个极度严重的词汇 pogrom， 这个意思是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国媒体偶尔也会提到，比如土耳其的报道，但主要还是以色列的消息来源居多。所以我们作为与这件事情无关的人，应该从各方综合消息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样才能更中立，而不应该像德国媒体这样一面之词。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对此事的报道。足球赛后的大屠杀，3名以色列人在阿姆斯特丹失踪，球迷遭到围攻、虐待，并被投掷烟花。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令人震惊的画面，亲巴勒斯坦青年袭击以色列足球迷。当局称这是有针对性的袭击，3名以色列球迷失踪，7人住院。据以色列官方报道，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足球队与以色列特拉维夫队的一场足球比赛后，3名以色列人在暴力事件后失踪。荷兰警方正在调查可能发生的人员失踪或绑架案件，但也表示没有迹象表明发生了此类案件。此外，以色列外交部宣布，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发生的骚乱中有10人受伤。据警方称，有7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但现已出院。以色列游客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机场，并免费搭乘定期航班飞往特拉维夫。以色列外交部此前曾宣布将向荷兰派遣救援飞机，但据电讯报援引外交部的消息报道，现在这终究不会发生了。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将前往荷兰进行会谈，并将在那里会见荷兰司法部部长大卫·范维尔。范维尔周五说：“我们必须深感羞愧。”最初，当局建议人民不要离开酒店，外交部还建议不要佩戴任何犹太或以色列标志。当局宣布，周四晚间共有62人被临时逮捕。以色列驻荷兰大使馆在 X 上说，数百名球迷遭到袭击。他分享了暴乱者和一个躺在地上被踢的人的画面。周四的夜里发生了什么？反以色列骚乱是在周四到周五晚上爆发的，而在此之前，局势已经因为一场足球比赛而紧张了2天。反以色列示威者和以色列球迷在荷甲球队阿贾克斯阿姆斯特丹和特拉维夫马卡比队的欧洲联赛比赛后发生冲突。据荷兰当局称，骚乱者蓄意攻击以色列球迷。根据市政府、警方和司法部门的联合声明，他们积极搜寻以色列人，然后攻击、虐待和用烟花攻击以色列人。阿姆斯特丹市长强烈谴责了这些攻击行为。荷兰警方还在调查有关出租车司机可能在袭击以色列人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报道。荷兰媒体电讯报援引荷兰中央犹太人组织 CJO 主席的话说，他们一群人截住了马卡比球迷的路，并将他们逼到墙角。当晚，土耳其和阿拉伯媒体播放了一段视频，据称视频显示以色列球迷撕下了一栋居民楼前的一面巴勒斯坦国旗。据称，这一行动导致了随后暴力事件的爆发。据电讯报报道，以色列球迷当晚乘坐地铁前往市中心，结果被人用椅子袭击，
随后，他们在警方的保护下被护送回酒店。警方无法确定大多数袭击者是对方球迷还是活动分子。这些人没有明显的球迷打扮。在网上流传的其他视频中，几名戴着深色头罩的男子焚烧以色列国旗，可以听到巴勒斯坦万岁的呼喊声。同样在当晚，以色列报纸《新消息报》公布了一段录音，录音中一名以色列男子恳求几名袭击者放过他。这名男子用英语说：“我把钱给你们，请你们离开。”至少有一人踢了蜷缩在地上的男子一脚。袭击者说：“这是做给孩子们看的。”他还要求那名以色列球迷说：“解放巴勒斯坦。”袭击者显然跟踪了几名以色列人前往他们的酒店。当晚的一段视频显示，一群年轻男子进入了一家万豪酒店。周五上午，《世界报》向该连锁酒店发出的询问没有得到答复。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荷兰安全部门事先接到了可能发生袭击的警告。以色列侨民部事先知道有人计划伤害一名特定的以色列球迷，而这名球迷应该是为以色列边防警察工作的。对以色列足球支持者下榻的一家酒店的袭击计划也是如此。荷兰当局已得到通知。政治层面的反应，荷兰首相迪克·肖佐在 X 上谴责了这些针对以色列人的反犹太攻击是不可接受的。他随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内塔尼亚胡深表担忧。据路透社报道，他说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宣布，内塔尼亚胡总理非常严肃地对待这起可怕的事件，并呼吁荷兰政府和安全部门对骚乱者采取有力而迅速的行动，确保我国公民的安全。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在 X 上呼吁荷兰当局立即进行干预。他说，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正在发生。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写道：“今天早上，我们惊恐地看到了自10月7日以来，我们一直希望再也不要看到的令人震惊的图像和视频。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发生了针对特拉维夫马卡比队球迷和以色列公民的反犹太大屠杀。”荷兰右翼民族主义政治人物、执政党 PVV 的创始人 Wilders 在 X 上发表讲话，呼吁将施暴者驱逐出境。他说：“这是一场大屠杀，荷兰将成为欧洲的袈裟。”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冲突。周四下午，以色列球迷与荷兰安全人员在市中心发生了冲突。据荷兰警方称，约有10名以色列球迷因扰乱公共秩序和非法持有烟花爆竹而被捕。赛前，在该市东南部的体育场附近也发生了孤立的冲突。据警方称，约有200名示威者试图进入体育场馆。此前，市议会禁止在足球比赛场馆正前方举行示威活动，并指定在附近的另一个地点举行示威。据警方称，机动部队将示威者挡在了体育场馆外。据荷兰报纸 NRC 商报报道了以色列球迷在阿姆斯特丹可见度的问题。据该报称，以色列国旗被当地居民视为一种挑衅。这是我们以色列的国旗。当你在国外时，你想展示你来自哪里。我们不必为以色列感到羞耻。NRC 商报在一篇报道中援引一位来自特拉维夫的41岁球迷的话说：“他们可以来这里，但他们不能表现得好像这座城市是他们的。”一名有阿拉伯血统的荷兰青年说。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男子的话说：“由于大部分球迷可能服过兵役，他们可能已经参与过一场种族灭绝。”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语网友的评论。第一条评论：西欧各地的阿拉伯人表现得好像他们拥有这些城市，而不仅仅是展示旗帜。下一条评论：读了这篇文章，你会觉得野蛮人再也无法被驯服了，他们总是干得更出格一些。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完全可以接受。如果文明社会不做出反应，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而只是提出建议，比如藏起以色列国旗、击破或大卫之星，要求示威者不要太激进，这些野蛮人就会继续突破言行的界限。这些人只懂得严厉的语言和后果。我们继续往下。什么时候我们才最终明白，我们绝不能把城市留给阿拉伯移民？
暴徒只能被警察果断极其强悍的肢体行为制服。在摩洛哥或突尼斯，警察是不会允许此类事情发生的。我们看下条评论吧。幸好以色列士兵比以色列足球运动员水平高，还是现在讽刺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我祝愿以色列国防军继续狩猎顺利。下一条评论：把阿拉伯人遣送回去，否则欧洲就完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吧。面对内战版的局势，左翼精英们继续在欧洲无害化伊斯兰教。就连关于芬斯塔尔的新片导演也忍不住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个永远的受害者。我们往下看，阿拉伯人将他们的仇恨和暴力带到各地，全世界。下条评论：伊斯兰教是由喜欢使用暴力、受害文化、自恋、炫耀、蔑视和屈从组成的，这对欧洲和世界都没有好处。我们继续往下吧。到处都一样，西方在各方面都在衰落，每个人都知道原因或责任在谁。有一点必须说出来，而且不能隐瞒，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非法和无节制移民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下一条评论：这些都是骚乱。不幸的是，这篇文章所描述的骚乱程度似乎仍然过于无伤大雅。事实上，以色列人遭到了伊朗在所有出口处精心组织的伏击，他们被屠杀，被汽车碾过，其方式与10月7日类似。在以色列，这一天将作为欧洲沦陷之日载入史册。这是西方国家的屈服。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警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犹太人被屠杀。今天欧洲的犹太人就像1938年的犹太人一样。下一条评论：疯了，它发生了，这是国家公权力的失败。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就像100年前一样，这又一次被轻描淡写了，使用的是积极分子一词，因为这不是来自右翼。如果我们还不觉醒，情况会变得更糟。我们继续看下条评论：阿拉伯人真的会踢足球吗？还是他们的生活主要是仇恨具有高度文明的以色列？下条评论：保持多元和多样性，那就自求多福吧。在犹太人之后，他们将猎杀基督徒。谢谢默克尔夫人和其他人。我们继续往下。整个欧洲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只要你敢想敢干。这意味着要驱逐数百万人出境，表现好的人可以留下来，表现不好的人将会被驱逐出境。这项工作必须公平、易懂、公正，而且不瞻前顾后。毕竟在波兰或匈牙利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但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法国却有大量这样的问题。驱逐他们，否则我们将失去家园。把他们都驱逐出境，不需要同情，他们只是恨我们。好，朋友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些德国《时代报》网友的评论吧。第一条评论：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让欧洲走到这一步。那一天终将到来，我不想在那天听到谁也没料到会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被警告过，一而再，再而三。我们正在向欧洲输入仇恨和暴力。我只想说，有很多人预言到了这一切。下一条评论：这种情况令人震惊，几年前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不幸的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同样的犯罪者。我希望荷兰政府能从这些令人作呕的事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同样适用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容不下反犹主义者和仇视犹太人的人，欧盟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我们往下看，如果至少不说支持巴勒斯坦人就好了，反犹主义者总能找到猎杀犹太人的理由，所以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只是一个借口。下条评论：哈马斯和真主党恐怖活动的教唆者终于放下了他们的面具，不断诋毁以色列的卫国战争，甚至在前优质媒体上也是如此。这自然会助长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继续往下。
令人厌恶和恶心的是，欧洲似乎又出现了针对犹太人的公开大屠杀。下一条评论：这种针对以色列人的公开暴力行为已不足为奇，政治滥用体育赛事而攻击不同出身和信仰的球迷，这是欧洲共处的又一个低点。警方应该对袭击者采取强硬措施，严惩不贷。不幸的是，在欧洲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行为。下一条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听起来像是委婉语，这些人只是仇恨犹太人，并越来越公开地表达这种仇恨。在欧洲心脏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震惊。我祝愿受害者坚强。不幸的是，这与世界的潮流不谋而合。仇恨、暴力和敌意，而非建设性合作，正日益成为世界的特征。在这个世界上，我每天早上都会担心地关注新闻，因为很少有好事情。下一条评论：欧洲的至暗时代。让我们继续往下吧。我住在阿姆斯特丹，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群以色列球迷在街上游荡，爬上市中心的一堵建筑墙，扯下一面巴勒斯坦国旗，然后与当地居民，包括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其中一些人失踪。这虽然令人担忧，但并不是说以色列流氓是无辜的受害者。下一条评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简直荒谬！一定是有人在学校没认真听讲，能小一号吗？也许只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受纳粹大屠杀影响的犹太人，还有19世纪末俄罗斯大屠杀中的犹太受害者。那是2家足球俱乐部球迷互相攻击，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不幸的是，球迷互相攻击很正常，上至国际比赛，下至各国业余联赛都会发生。因为足球官员和国家权力机关缺乏有效反击的意愿，而且双方，注意啊，是双方球迷都参与其中，挑起并寻求暴力。马卡比球队的狂热分子也因其暴力过激行为而臭名昭著。朋友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一部分以色列球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被一些据称是亲巴勒斯坦分子追杀的事件，与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想法呢？请在下面留言。对这件事情，无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相信每位网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好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